再来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中东之行。土耳其是布林肯此次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却遭到埃尔多安总统避而不见。访问期间，数百名土耳其民众在美军基地附近示威游行，抗议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此前，布林肯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短暂访问伊拉克，他点名伊朗不要轻举妄动。外界注意到，就在布林肯访问伊拉克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罕见对外透露，一艘俄亥俄级潜艇已抵达中东地区，震慑意味浓厚。当地时间11月5号，布林肯前往伊拉克。这一未经宣布的访问行程是此次中东之行的重要一站。期间，布林肯在巴格达同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会晤了1个多小时。会晤后，布林肯对记者表示，两人重点讨论了确保当前巴以冲突不会蔓延至更广泛的地区。Job number one for me is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our people, and so I got an update on everything we're doing to make sure that our personnel are safe and secure. In addition, I had a good, productive, candid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al-Sudani. 随后，布林肯还访问了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听取了有关美国设施在当地面临威胁的安全简报。巴以冲突升级以来，驻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已多次遭遇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对部分事件负责。由于安全威胁增加，美国已命令部分驻伊拉克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撤离。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send a very clear message to anyone who might seek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conflict in Gaza to threaten our personnel here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region. Don't do it. I made very clear that the attacks, the threats coming from militia that are aligned with Iran are totally unacceptable, and we will take every necessary step to protect our people. 目前，美国官员一再警告其他各方不要卷入巴以冲突，并直接点名伊朗，称其支持的代理组织扩大了针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的袭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爆料，除了布林肯之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也正在访问中东数个国家，在那里会见多个情报部门的同行和国家领导人。据悉，伯恩斯此行的目的就是加强情报合作共享，特别是在反恐和安全等领域。另据美国媒体报道，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称，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驻扎在伊朗附近。俄亥俄级核潜艇是美国海军核威慑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动向或部署均属于最高军事机密。观察指出，美军主动向外界发布核潜艇的情况，再加上此前已经部署的2个航母编队，震慑意味浓厚。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迅速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并接连在中东地区加强军事活动。一系列举动遭到中东多国及国际社会批评。结束了伊拉克行程后，布林肯前往本次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土耳其，迎接他的却是当地民众的抗议声浪。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大批民众聚集在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外，抗议布林肯访安卡拉。从各地赶来的示威者手持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国旗，高呼反美反以口号，要求美国停止支持以色列。示威者还抗议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持续轰炸，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与此同时，数百名土耳其民众在土东南部的美军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附近举行示威活动，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据悉，该基地驻扎有美军驻欧空军第39联队，还部署有北约反导预警系统。布林肯原计划在安卡拉会晤土耳其官员，向土耳其方面强调保护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平民生命的重要性，以及向加沙平民持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必要性。不过，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布林肯抵达前表示，他将于6号按计划前往国内东北部地区的埃德尔村，因此不会与到访的布林肯见面。埃尔多安避而不见后，当地时间11月6号，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在安卡拉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事实上，土耳其外交部已于11月4号发表声明称，鉴于以色列持续袭击平民，加沙地带正面临人道主义危机，而以色列拒绝停火呼吁，并导致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送困难，土耳其决定召回该国驻以色列大使以进行磋商。到目前为止，对以色列批评最厉害的就是伊朗和土耳其在主权国家里。首先，在事件性质的认定上，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哈马斯是恐怖主义，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是恐怖行为，以色列有一切权利来自卫。
这跟土耳其的立场是差别很大的。那么在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都是坚决反对立刻停火，反对持久的停火，所以他们矛盾是很大的。布林肯结束了中东之行后，将于8号到9号对韩国进行访问。这是自去年5月尹锡悦上台后，布林肯首次访韩。有观察指出，布林肯月内第2次访问中东，巴以局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仅当面拒绝了布林肯的暂时停火主张，阿拉伯国家同样对美国表达了不满。مواقف عربية وأمريكية متباين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ما يجب فعله فوريا لإنهاء هذه الكارثة. القتل يجب أن يتوقف، جرائم الحرب يجب أن تتوقف، تحصين إسرائيل من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أيضا يجب أن ينتهي. 巴以冲突以来，美国不仅拉偏架，还多次阻挠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巴以局势的决议草案。美国的巴以政策不仅激起国际社会不满，也在美国国内引发一片反对声。一项盖洛普的最新民调显示，接近70%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应该推动停火。拜登在民主党选民中的支持率在1个月内下降了11个百分点。实际上，从10月7号到今天，拜登在民主党内的民意支持率掉了10个百分点，现在掉到75%了，是拜登任总统以来在本党内支持率最低的，并且未来一段时期，加沙地面上冲突不断扩大，人道主义灾难继续加强的情况下，民主党内对拜登现在的政策的反对声音还会进一步上涨。最近就有一批参议员给拜登写信，要求美国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近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多个场合谈及巴以冲突，奥巴马谴责了哈马斯，但同时也对加沙的无辜平民表示同情。在3号的一场论坛上，奥巴马表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几十年来未能实现持久和平的背景下发生的。如果想解决问题，就必须了解全部真相。And all of this is taking pla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cades of failure to achieve a durable peace for both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one that is based on genuine security for Israel, a recognition of its right to exist, and a peace that is based on an end of the occup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viable state and self-determination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我们看到11月5号重返中东斡旋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到访约旦河西岸之后，又突然到访了伊拉克。那您认为布林肯此举的目的何在呢？我注意到有评论认为，布林肯再次中东之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扩大为第6次中东战争，甚至是诱发第3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看法，我不太认同。我认为，从当前已经显现出来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出，这场巴以冲突扩大为第6次中东战争与第3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首先，前面5次中东战争主要是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围攻以色列，但是在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发生之后，在前面5次中东战争中吃尽了苦头的阿拉伯国家，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敢于站出来向以色列宣战，更不要说再次组成阿拉伯联军了。那么其次，当前敢于站出来力挺哈马斯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以伊朗为首的、以伊拉克、叙利亚为根班的所谓新月地带国家。但是出于自身国内政局的稳定，尤其是在美国商航母军事压力下，其对哈马斯的支持也仅限于政治和外交上的强硬表态。至于受伊朗暗中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他们虽然象征性地发射了几枚火箭弹来策应哈马斯，但是鉴于自身实力不够，压根就不足以挑起第6次中东战争。至于第3次世界大战，只要深陷俄乌战事的俄罗斯没有实质性的动作，那就更加不用提了。既然不是为了阻止第6次中东战争的爆发，那您认为布林肯再次紧急走访一系列中东国家背后的目的究竟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布林肯这次访问中东的目的，主要是为美国进行国际政治、外交与道义上的紧急公关。由于一意孤行支持以色列采取地面军事行动消灭哈马斯的缘故，当前的美国正面临着自建国以来极其罕见的国际政治、
外交与道义上的孤立状态。它主要体现在：第一，从全球范围来讲，跟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全世界有140多国家跟在美国后面投票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相反，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有超过120多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立即进行人道主义休战。跟在美国后面投反对票的国家只有区14个。第二，原来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的核心是团结广大逊尼派国家对抗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国家，但是在巴以冲突发生之后，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跟美国唱起了反调，要求美国力压以色列撤军停火。第三，近年来拜登政府在全球范围内主动挑起的意识形态新冷战的特征，就是团结所有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团结欧盟，来跟中俄等大国搞阵营对抗。然而，在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不仅美国在欧洲以外的许多盟友拒绝紧跟美国的步伐，甚至是欧洲内部也出现了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的新情况。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公开反对美国的主张，就连英国也开始跟美国保持距离了。而在我看来，拜登政府之所以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主要还是受到了国内政治的制约。因为美国国内的犹太人对于2024年总统大选的作用不容小觑。假如拜登在支持以色列问题上表现得软弱了，那无疑就是在给特朗普送票。那在您看来，布林肯的这次中东之行又会对接下来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认为巴以军事冲突发展到现在这种状况，显然既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预料，同时也超出了哈马斯的预料。首先，原本哈马斯认为，跟过往历次冲突一样，这次巴以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也会以哈马斯偷袭、以色列报复、国际社会调停、双方停火的方式来结束。然而，让哈马斯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以色列居然下定了不消灭哈马斯、绝不停火的决心。但是，令哈马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做法反而是在给以色列剃刀子，解救被绑架人质，反而成为了以色列军队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地面战争的最佳借口，甚至连美军特种部队都有可能参与到战争当中。那么，面对这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战争，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当前国际社会已经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战情绪，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在异口同声地向美国施压，要求停火。而顶不住压力的美国也终于做出了有限度的让步，已经向以色列发出了基于人道主义而暂时停战的要求。而以色列不仅坚决拒绝了国际社会的要求，甚至也拒绝了美国的临时停火要求。很显然，已经杀红了眼，并取得了初步战果，也就是已经把加沙地带一分为二，甚至是包围了加沙城的以色列军队，想要一不做二不休，以更快的速度以及更大的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尽快实现自己的军事目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尤其是为了避免巴勒斯坦人民的生灵涂炭，哈马斯比较现实的选择就是立即无条件释放人质，以进一步消除以军地面攻击行动的借口，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斡旋提供更为充足的理由。